这个男人为了巴结村长，不仅准备了好酒好菜，还专门宰了一只羊招待他。可村长才刚坐下，整个人的表情都僵硬了，因为被宰的羊不是一只普通的羊，而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北山羊。可他并没有道出实情，拿起衣服就匆忙离开了。回到家后，他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妹妹宝秀，还说要把男人送进监狱。北山羊？哎，谁知道那是个北山羊的噻？这可是他自找的，犯了国法了，7、8年的牢是坐定了。哥，你可不能这么做啊！你就算是为了我，你也不就是为了你，我不能看我亲妹子往火坑里跳。这个牢他坐下来，你还为他受着不成？你要这么做，你就把我先送到大牢里面去。你真是把我往死里头逼呢！宝秀想袒护的男人名叫毛玉胜，他以前是一个赌徒，因为迷恋赌博欠下了一大笔债，最后不仅赔得一无所有，还把自己的妻子给气死了。年幼的儿子没了母亲，从此还患上了自闭症。毛玉胜这才有所醒悟，如今的他终于戒了赌，在村里承包了一家老油房，还认识了村长的妹妹宝秀，两人一来二去就有了好感，宝秀更是非他不嫁。可当村长的哥哥并不赞同两人在一起，还想阻止这段感情，眼下正是一个好机会，他准备把毛玉胜宰杀北山羊的事情上报，然后把对方送进监狱。这样一来，宝秀就不会在他的身上浪费时间，还能趁机给宝秀找户好人家。但宝秀却希望哥哥手下留情，毕竟毛玉胜是自己的爱人。可村长并没有顾及他的感受，随后便写了一封举报信，将毛玉胜告上了法庭。但口说无凭，于是他又亲自带着几名警察到毛玉胜的家里收集证据。虽然羊已经被宰杀，但是他儿子的手里还抱着一只小羊崽，确定这是北山羊之后，警察认为事态严重，还准备做进一步的调查。宝秀知道后多次向哥哥求情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哥，你可千万不能告啊！我就告他了，我把话搁这儿，我跟他就是死对头，你就在哥连他中间选一个，选了他你就不认我这个哥了。无奈之下，宝秀只能劝毛玉胜想办法应对。毛玉胜却让他放100个心，因为自己一定会没事的。原来毛玉胜以前在村长的家里看到过一张北山羊皮的毛毯，于是就有了对策。在巡回法庭上，毛玉胜成了被告，但他坚称自己没有杀羊，因为那只北山羊是自己在山上捡回来的，发现羊的时候他已经死了，所以毛玉胜认为自己没有过错。可当时只有他一个人，现场没有人证和物证，可信度并不高，加上有村长的举报，警察赶到的时候，毛玉胜儿子的手里还抱着小羊崽，这可是铁一般的事实。毛玉胜无言以对，随后就从桌子下面扔出来一张羊皮。毛玉胜，你个贼娃子！我说我们家的羊皮咋不见了？原来让你给偷了噻！哎，就是我拿的，咋了？这不是偷，就是你找证据，我就不能找证据吗？毛玉胜在法庭上大声的叫嚣：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没理由村长杀羊就没事，老百姓杀羊就犯法了。他的言论得到了村民们的支持，这让村长有些手足无措，于是就说出了其中的隐情。原来在4年前，一场大雪让无数村民们颗粒无收，村长接到乡长的指示，带着几名乡干部上山救灾，不料大雪封山，他们被封了几天几夜，眼看就要饿死了。村长竟然发现了一只北山羊，于是就把它抓起来吃了，这才保住了大家的性命。他随后把这件事情进行上报，而上级也没有追究责任，所以自己杀羊是为了救命，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可毛玉胜就是揪着不放。就算我毛玉胜杀羊是犯法，你各村长杀羊也是犯法，不陷害你们干部啊！我就是不服气，我们的事情扯不到一起。现在说的是你犯法的事情啊，从干部也是干部，不陷害你们，那就是官官相护，对不对？两人吵得不可开交，场面也非常混乱。审判长决定择日开庭，等进一步调查后再做判决。下了法庭之后，毛玉胜就和村长在雪地里打了起来。宝秀想上前阻止，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一个是他的哥哥，一个是他的爱人，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只能躲在门后放声痛哭。最后还是邻居们把两人拉开了。毛玉胜回到家后，
又恰巧看到儿子铁蛋在给小羊崽喂奶，他气得火冒三丈，还把铁蛋狠狠地训斥了一顿。如果不是这只小羊崽，他也不会惹上这么多的麻烦。没想到半夜的时候，他发现铁蛋不见了，于是就带着人到处寻找。听到动静的宝秀也准备出门帮忙，而村长得知孩子走丢后也非常着急，还组织村民们一起帮忙寻找，这让毛玉胜感到十分愧疚。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和村长撕破脸，更不应该把事情牵扯到自己儿子的身上。幸好几个村民在山沟里找到了铁蛋，毛玉胜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几天后，法院再次开庭，他们还专门找来了乡长和其他的干部作证。乡长把当年雪灾的事情一一道来，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他们是不可能猎杀北山羊的。而毛玉胜不想得罪乡长，整个人也非常害怕，于是休庭的时候，他想打探一下消息，没想到乡长却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！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，可以多交流交流嘛。”这番话让毛玉胜有些惊慌，他刚想解释，乡长却拉着审判长下馆子去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毛玉胜觉得自己肯定完了。如果法院给自己定了罪，他只能去蹲监狱了。就算他平安无事，但他得罪了乡长，以后恐怕也没有好日子过了。一番考虑过后，他把儿子铁蛋托付给宝秀，然后就连夜逃走了。宝秀的心里十分难过，对哥哥也充满了怨恨。如果不是他一意孤行，毛玉胜也不必逃跑。而村长也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。可让所有人意外的是，审判长并没有徇私枉法，还给村长等人判了4年。而毛玉胜因为在逃，需要缉拿归案后再做处理。村长听到判决后也叹了一口气，他果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没把毛玉胜送进监狱，自己却先进去了。从这以后，宝秀就来到了毛玉胜的家，每天洗衣做饭，像一位母亲一样照顾着铁蛋。而监狱里的村长也想通了许多，眼看快过年了，他就让妻子给妹妹送去了年货，还让她带着铁蛋好好的生活。宝秀的眼里泛着泪花，她不想让哥哥坐牢，也不想看着毛玉胜出事，但一切还是发生了。这天晚上，在逃的毛玉胜突然回来了，宝秀的心里十分高兴，可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让她非常不安。她希望毛玉胜可以主动投案，这样还能够减轻罪行。去自首吧，我会在这儿等你，等你一辈子。毛玉胜听完后却吓得马上逃走了。眼看年关将至，家家户户都要拢旺火，谁家拢的火最旺，日子就会红红火火。宝秀也买来了煤炭，准备自己拢旺火，想为哥哥和毛玉胜求个平安。但他努力了很久，却以失败告终。他感到无比绝望，只能抱着铁蛋放声痛哭。就在这时，毛玉胜竟然回来了。他在外面躲了几个月，也想明白了一些道理。既然自己犯了法，就要承担这个责任，而且逃跑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东躲西藏的日子他也受够了。他决定投案自首，只要在监狱里蹲上几年，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回来和宝秀好好的过日子。而宝秀的心里虽然万般不舍，但还是到屋子里拿来了行李，含着眼泪送走了毛玉胜。毛玉胜坐牢的这几年，宝秀和铁蛋相依为命，两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感情却早已情同母子。而铁蛋照顾的小羊崽也长大了，他终于回归山林，成了一只真正的北山羊。几年以后，毛玉胜刑满释放，相信他经历了教训，也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团聚。而宝秀的守候也为自己迎来了全新的生活。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但守候又何尝不是一种真情呢？好了，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